李老师，你凭什么这样对待我儿子？我压低声音问道。他抬起头，眼神里透着轻蔑。陈先生，学校里的事情，你还是别插手了。你家条件有限，我能理解，但教育孩子不能太随意。我攥紧了拳头，忍住没说话。他不知道，他眼中的穷人手里握着能决定他命运的权利，只是时机未到，还不是揭开真相的时候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这是我第3次站在明德中学的校门口。3个月前，我送儿子小雨来这所学校报到时，特意穿了最普通的衣服，开着我那辆已经开了8年的大众车，没人认出我是谁。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。我是陈远，今年42岁，单身父亲。儿子陈小雨今年13岁，刚刚升入初中1年级。在外人眼里，我只是个普通的上班族，工资不高不低，生活过得去。但实际上，我是市教育局教学督导组的组长。我很少在明德中学这样的区重点学校露面，平时主要负责全市教育质量评估和教师队伍建设。大多数基层学校的老师都不认识我，这样也好。我不希望儿子因为我的关系受到特殊照顾，我希望他能像普通孩子一样成长，靠自己的能力赢得尊重。小雨的妈妈在他5岁时因病离世，这些年我一直独自抚养他长大。他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，成绩优异，但性格有些内向，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。开学第1天，我把小雨送到学校门口，看着他背着书包走进校园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骄傲和不舍。爸，你回去吧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他回头对我说，眼睛里透着坚定。我点点头，挥手道别。有什么事情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开学后的第1个月，一切似乎都很顺利。每天晚上，小雨都会认真完成作业，有时候还会问我一些课堂上遇到的问题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很喜欢这所新学校。但好景不长，开学1个半月后，我发现小雨变得沉默寡言，回家后不再像以前那样和我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情。吃饭时，他总是低着头，机械地扒拉着碗里的饭菜。学校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试探性地问。没什么，他摇摇头，眼神却躲闪着。我没有追问，但心里已经起了疑心。我知道，孩子这个年纪，如果不想说，强迫也没用。我决定给他一些空间，等他准备好了，自然会告诉我。一天晚上，我整理小雨的书包时，无意中看到了他的语文作业本。翻开一看，我愣住了。页面上，老师用红笔写满了批注，语气严厉，甚至有些刻薄，表达不清晰。重写，这种水平配不上你的分数，思路混乱，没有价值。最后的评语更是让人不舒服，请家长督促孩子认真学习，不要以为小学的成绩能保证初中的成功。我皱起眉头，小雨的语文一直很好，在小学毕业时还获得过作文竞赛1等奖。这样的批改方式，对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，未免太苛刻了。当晚，我轻轻敲开了小雨的房门。爸，怎么了？他正在看书，见我进来，立刻合上书本。我看了你的语文作业。我坐到他床边。李老师对你很严格。小雨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点头。李老师，他好像不太喜欢我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总是批评我，无论我怎么努力。班里有些同学家里条件好的，或者有当官的家长，他对他们特别好。我心头一紧，这种情况在教育系统并不少见。
但我没想到会发生在自己儿子身上。还有呢？小雨犹豫了一下，似乎在思考要不要告诉我更多。最终，他长叹一口气，像是卸下了一直压在肩上的重担。他把我调到了教室最后一排，说是为了让视力好的同学给其他人机会。但爸，我眼睛不好，你知道的。我点点头。小雨从小就有轻度近视，需要坐在前排才能看清黑板。我去找他说了这事，他却说我矫情，说我家里如果真关心，就应该带我去配副好眼镜，而不是总让学校迁就。我感到一阵怒火上涌。小雨的眼镜是去年刚配的，度数完全足够，只是坐在后排确实会吃力，还有分组活动，他总是把我和几个家庭条件普通的同学分在一起，从来不让我们参与重要的展示。上周的班会，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写的作文缺乏生活底蕴，问我是不是抄的网上的。小雨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几乎听不见了。我看到他眼角有泪光闪动，心疼得无以复加。爸，我是不是真的不够好？我紧紧抱住了他。不，你很棒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那一刻，我做出了决定，作为父亲，我必须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。但作为教育督导组长，我知道这是必须谨慎处理。第二天是周六，我决定约李老师见面谈谈。电话接通后，李老师的语气并不友好。陈先生，周末我很忙，有补课班要上。如果是关于小雨的事情，下周一放学后来学校吧。我没有提及自己的职务，只是以一个普通家长的身份，表达了对孩子学习情况的关心。周一下午，我准时来到明德中学。李老师大约40岁左右，浓妆艳抹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看上去很有气场。当我说明来意后，他连正眼都没看我一下，继续低头整理着手中的试卷。陈先生，小雨的问题主要是学习态度不够端正，初中和小学不一样，竞争更激烈。说实话，以他现在的表现，很难跟上班里的尖子生，但他的成绩一直很好啊，为什么会突然跟不上？我疑惑地问。李老师这才抬起头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目光在我普通的着装上停留了几秒。陈先生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普通公司职员，我如实回答，但没有透露具体职位。他点点头，脸上露出一种果然如此的表情。那你应该明白，现在的教育竞争有多激烈。班里有些孩子从小学就开始上各种培训班，家长也很舍得投入。小雨虽然基础还可以，但如果没有额外的辅导，确实会逐渐落后。我听出了弦外之音，在他看来，我们家没钱没势，孩子能上个好学校就不错了，不该有太多期望。李老师，我理解教育的重要性，但我更在意孩子的心理健康。小雨最近情绪低落，你知道原因吗？他微微皱眉。青春期的孩子都这样，可能是适应不了初中生活。陈先生，与其担心这些，不如多关注一下孩子的学习。像你这样的家庭背景，孩子还是应该脚踏实地，不要有太多期望。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我的怒火，但我深呼一口气，控制住了自己。现在不是揭露身份的时候，我需要更多的证据。好的，李老师，谢谢你的建议。不过，能否请你考虑让小雨换到前排座位？他的视力不太好。这个班里座位已经排好了，不方便调整。如果他真的看不清，建议你带他去配副更好的眼镜。现在市里有很多眼科医院，虽然费用可能不低。他的话里充满了对我经济状况的轻视。我礼貌地点点头，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谈话。
离开学校后，我没有立即回家，而是驱车前往市教育局。我需要了解更多关于明德中学的情况。通过内部系统，我查阅了明德中学近3年的督导评估报告。表面上看，这所学校各项指标都很优秀，但细节处却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，家长满意度不均，教师队伍评价参差不齐，尤其是对班主任工作的评价两极分化严重。更让我在意的是，李老师所带的班级虽然考试成绩优异，但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的结果却不太理想。我决定暗中调查一番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了小雨班上其他几位家长，装作想交流孩子教育经验的样子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大多数人对李老师的评价都很高，称他负责、认真、有方法。但当我进一步询问时，情况就变得微妙起来。李老师确实很好啊，每次孩子有问题，发个信息就能得到解答。当然，我们家也是有付出的，逢年过节都会表示一下心意。一位家长这样告诉我，我们参加李老师的周末培训班已经2年了，效果很不错，学费是高了点，1学期8000，但值得啊。你看班里那些成绩好的，哪个不是他的学生？另一位家长说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李老师可是咱们区教育局副局长王刚的表妹，关系硬着呢，得罪他没好处。我们家长都明白这个道理。这些话像一块块拼图，逐渐展现出完整的画面。李老师利用职务之便，通过有偿补课和收受礼品来区别对待学生，而校方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关系网。再联想到他对小雨的态度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在他眼里，我们家没有利用价值，自然不值得重视。我感到一阵心寒。作为教育工作者，我深知这种行为对学生造成的伤害有多大。它不仅破坏了教育的公平性，还会扭曲孩子们对社会的认知。但作为父亲，我更担心小雨的感受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他会怎么看待这个世界？会怎么看待自己？回到家，小雨正在写作业，看到我回来，他抬起头，脸上露出疲惫的笑容。爸，今天李老师又说我了。他说我上周的数学测验只考了92分，不够努力。92分已经很好了，爸爸为你骄傲。我揉了揉他的头发。对了，下周学校要组织什么活动吗？有个演讲比赛，班里要选3个人参加。李老师本来选了我，后来又换成了张浩。为什么换人？小雨低下头，他说张浩家长能帮忙联系专业的演讲培训老师，更有把握获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忍怒火。没关系，这次没机会，下次还有。你继续写作业吧，爸爸去做饭。走进厨房，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市教育局纪检组长王健的电话。老王，是我，陈远，明天有空吗？我想和你聊个事情。第2天，我向王健详细汇报了调查发现的问题。他听完后，眉头紧锁。这事确实严重，如果属实，不仅是师德问题，还涉及违纪违规。但你也知道，现在咱们没有直接证据，而且据你所说，对方背后有人，处理起来要谨慎。我点点头，所以我想申请组织一次明德中学的教学质量突击检查，顺便了解一下师德师风建设情况。可以，但你要注意方式方法，毕竟你儿子在那读书，容易被人说闲话。我明白，这次我亲自带队，但会以教学质量检查为主，不会让个人感情影响公事。王健思考了一会儿，
同意了我的请求。检查计划定在2周后，这期间我没有向小雨透露任何信息，只是每天关注他的情况，给予必要的鼓励和支持。我发现，虽然学校的环境不理想，但他并没有被打倒，他依然认真学习，努力完成每一项任务，只是眼睛里的光芒没有以前那么明亮了，这让我既心疼又欣慰。检查前一天晚上，我和小雨一起吃晚饭，故作轻松地问：明天学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？听说有领导要来检查，李老师今天特别紧张，一直在强调明天要表现好。小雨漫不经心地回答：哦，他怎么强调的？他说如果有人提问，只要回答学校好、老师好就行了，其他的不用多说。小雨皱了皱眉：爸，这样对吗？如果真的有问题，难道不应该说出来吗？我看着儿子认真的眼神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他依然保持着对真相和正义的坚持。当然要说实话，不过也要看场合和方式，有些真相需要在合适的时机才能揭露。小雨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点点头：我知道了，爸。第二天上午，我穿着正式的西装，带领检查组一行5人来到明德中学。校长亲自在门口迎接，脸上堆满笑容：陈组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啊！我们学校最近教学成果丰硕，正好可以展示一下。我微笑着点点头，但没有多说什么。按照计划，我们分组进行检查。我和另一位同事负责教学检查，直接走进课堂听课评课。上午的检查很顺利，各班教学秩序良好，老师们教学认真。但当我们走进7年级3班小雨所在的班级时，情况就有些不同了。李老师正在上语文课，讲授一篇现代文。看到我们进来，他明显紧张了一下，但很快调整状态，声音提高了8度，开始展示他精彩的教学。他提问的对象很有选择性，全是坐在前几排回答流利的学生，而后排的同学，包括我的儿子小雨，似乎成了隐形人。下课铃响后，李老师走到我面前，热情地介绍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方法。我礼貌地点头，没有透露自己是小雨的父亲。李老师，你的课讲得很好，但我注意到后排的学生参与度不高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他脸色微变，但很快解释道：那些同学基础较弱，课堂上容易走神，我们安排他们坐后排，主要是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。我点点头，没有追问。中午休息时间，我们在校长办公室听取学校工作汇报。校长侃侃而谈，重点强调学校的升学率和各类竞赛成绩。当提到师德师风建设时，他轻描淡写地带过，只说一贯重视，成效显著。下午2点，我们继续检查。按照计划，这次我们要随机走进一个班级，观察正常的教学状态。走廊上，我听到7年级3班传来一阵骚动。出于职业敏感，我示意同事跟我一起过去看看。推开门的瞬间，眼前的一幕让我心头一震。李老师站在讲台上，手里拿着一张纸，脸色铁青，而站在讲台下的正是我的儿子小雨。他低着头，肩膀微微发抖。陈小雨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篇作文是不是你自己写的？李老师的声音尖利刺耳。小雨抬起头，是我写的。李老师，别撒谎，就你的水平，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？这篇作文获得了区级2等奖，我看就是有人帮你写的，真的是我自己写的。小雨的声音越来越小，
李老师冷笑一声：“就你们家那条件，连个辅导班都上不起，哪来的水平？是不是让你爸爸代笔的，或者是从网上抄的？”教室里一片寂静，所有同学都屏住了呼吸，目光在小雨和李老师之间来回移动。我站在门口，感觉一股热血直冲头顶。我知道是时候站出来了。我大步走进教室，所有人的目光立刻转向我。李老师看到我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傲慢的表情。请问你是？他皱着眉头问道。我是陈小雨的父亲。我平静地说，走到小雨身边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李老师上下打量着我，眼中依然带着轻蔑。陈先生，你来得正好，你儿子的作文获了奖，但我怀疑不是他自己写的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扫视了一眼教室。我的同事站在门口，眼神中流露出疑惑。是时候了，李老师，我必须提醒你，你刚才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教师职业道德。说着，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递给他。李老师的脸色瞬间大变，双腿发软，差点跪倒在地。你是教育局的？他结结巴巴地问，声音几乎听不见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是你一直看不起的这个孩子的父亲。我冷冷地说，你凭什么说我儿子作弊？就因为我们家没钱没势？班里的同学们发出一阵惊呼，有人甚至站了起来。小雨抬起头，震惊地看着我，眼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。陈组长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……李老师的声音颤抖着，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。你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教育的本质是什么？不知道一个老师应该如何对待学生？还是不知道你的一言一行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？我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敲在他的心上。我转向全班同学，孩子们，真正的教育不是用成绩和家庭背景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，都值得被尊重和关爱。然后我对同事说，麻烦你暂时接管这节课，我要和李老师以及校长谈一谈。带着几乎瘫软的李老师来到校长办公室。校长看到我们的样子，立刻意识到出了大事。陈组长，这是张校长。我想你应该知道李老师平时是怎么管理班级的。今天我亲眼目睹了他对学生的不当言行。作为教育督导组长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我详细叙述了刚才的情况，以及这段时间调查发现的问题，有偿补课、收受礼品、区别对待学生。校长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。我真的不知情。张校长，一所学校的校风校纪，最终是校长的责任。如果你真的不知情，那是失职；如果知情不报，那是渎职。李老师终于回过神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陈组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什么？只是觉得有钱有势的家长能给你带来好处，所以特别关照他们的孩子。只是觉得像我儿子这样普通家庭的孩子不值得你花时间。我的声音依然平静，但字字诛心。不是的，李老师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来，泪水和汗水混在一起，狼狈不堪。我没有继续为难他，转而对校长说，张校长，今天的检查暂时告一段落，但不会就此结束。接下来我会安排专人对明德中学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，特别是师德师风和教学公平性方面，请你做好准备。校长脸色铁青，不断点头，
一定配合，一定配合。离开校长办公室，我回到小雨的教室。这节课已经结束，同学们陆续离开，小雨一个人坐在座位上，表情复杂。看到我进来，他站了起来，眼睛红红的。爸，我走过去，轻轻抱住了他。对不起，儿子，爸爸来晚了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的工作？他的声音有些哽咽。因为我希望你能靠自己的能力得到尊重，而不是依靠我的身份。我松开他，直视着他的眼睛。但我错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站出来对抗不公，而不是一味忍让。小雨点点头，眼中闪烁着理解的光芒。我明白了，爸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们很少说话，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。当晚，教育局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对明德中学进行全面调查。在接下来的2周里，调查组走访了大量学生和家长，收集了大量证据。最终，调查结果令人震惊。李老师不仅在班级管理中存在严重的区别对待问题，还长期组织有偿补课，甚至利用亲属关系逃避监管，而校长则是明知这些问题却选择包庇。原因是李老师每年都能为学校创造不少成绩。更让人痛心的是，在整个7年级，像小雨这样被不公对待的学生不在少数。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，丧失学习的热情和信心。1个月后，教育局作出处理决定，李老师被取消评优评先资格，受到行政警告处分，调离教学一线岗位。校长因失职被降级，学校管理层进行大换血。区教育局副局长王刚因滥用职权、包庇亲属也受到处分，被调离教育系统。明德中学建立了新的教学评价体系，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强调教育公平。这次事件在全市教育系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，也推动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台。小雨的新班主任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，教学认真负责，对每个学生都一视同仁。在她的帮助下，班级氛围变得和谐融洽，学生们重新找回了学习的乐趣。那篇被质疑的作文最终代表学校参加了市级比赛，获得了1等奖。颁奖典礼上，小雨自信地站在舞台上，声音洪亮地朗读自己的作品。台下，我看着他闪闪发光的眼睛，心中充满了骄傲。半年后，我偶然在一所郊区学校看到了李老师，他低着头，推着自行车从校门口走出来，看上去苍老了许多。看到我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迅速低下头，快步走开了。那一刻，我没有任何快意或报复的感觉，只有一丝淡淡的惋惜。教育本应是塑造灵魂的工作，而不是用来满足私欲的工具。回家后，小雨正在客厅里辅导几个同学学习，这是他新成立的互助小组，专门帮助班里学习有困难的同学。看到我回来，他笑着打招呼：“爸，我们正在讨论数学题，你要不要来看看？”我摇摇头：“你们继续，我去准备晚饭。”站在厨房里，听着客厅传来孩子们讨论问题的声音，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满足。教育的意义，不就是培养出这样有责任感、有爱心、有担当的年轻人吗？那天晚上，送走最后一个同学后，小雨帮我收拾餐桌。爸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班里那个一直看不起我们的张浩，主动来找我道歉了，是吗？为什么？他说他爸爸告诉他，人不能只看表面，真正有本事的人往往很低调。他说他爸爸对你很佩服。我笑了笑，
每个人都会犯错，关键是能否认识到错误并改正。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。小雨认真地点点头。对了，爸，下个月学校要举办家长开放日，你会来吗？当然，我一定来。我揉了揉他的头发。不过这次我只是作为你的父亲，而不是什么督导组长。小雨笑了，眼睛亮亮的。这就够了。是的，这就够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重要的身份不是什么职务或头衔，而是小雨的父亲。而他也将带着这段经历继续成长，成为一个明辨是非、坚守原则的人。这才是教育的真谛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